到底是静心中心还是纵欲中心？每天清晨，一群人对着空气狂吼、跳跃、流泪、大笑，这真的是疗愈，还是某种精密设计的洗脑行为？穿着一样的袍子，是为了让你去个人化，让你成为群体。当他们说放下羞耻、放下身体，你是真的自由了，还是走进他们写好的剧本？来这里追寻平静的人，会在这里找到自己，还是一点一滴的把自己最重要的灵魂交出去？今天我将会走进80年代曾经充满争议的奥修大本营——奥修静心中心。我现在在普纳的火车站门口，我住的地方到奥修的进修中心呢，走路只要10分钟。进去体验之后，再把相关的心得分享给大家。普纳的街道其实算是蛮干净的。现在在我右手边这里啊，就是奥修静心中心，这一整大块都是。奥修1931年出生于印度，从小叛逆、聪明绝顶，年轻时拿下辩论冠军，也成了哲学系的教授。但他不服从权威，对体制嗤之以鼻。从60年代起，他开始在印度巡回演讲，猛烈批判宗教与社会制度，并提出灵性解放的观念，性、欲望、金钱都不应该被压抑。而这是一条通往觉知的桥梁。74年，他在普纳创立了第一个静心社区，却因为太多争议而遭到关闭。直到1981年，他远赴美国，在奥勒冈建起自己的乌托邦。而这个村落自成一国，有自己的机场、警察、法院，每天进行静心、情绪释放、性爱仪式。奥修本人虽然没有参与，但这套系统正是由他设计。社区后来试图操控地方选举、武装巡逻，甚至在1984年对邻近小镇进行蓄意投毒，造成751人中毒，这也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生化攻击事件。最终，奥修被捕，遣返回印度，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1986年，奥修回到普纳，将旧社区改名为 Osho International Meditation Resort。这一次，他不再谈革命，而是专注于个人的内心与内在转化。在奥修过世后，中心由他的弟子与财团接手，全面去神化、制度化，门票、课程、会员制，一切井然有序。每年吸引超过2万名旅人来这里朝圣。这里不再是当年那座混乱的乌托邦，但它依然是一场关于静心、自由、信仰边界的实验场。那现在的奥修中心到底是心灵的圣地，还是消费灵性的乐园？这个问题，也许只有走进去，我们才能获得答案。我讲一下进去报到的过程。他进去呢有一个 reception 的柜台，然后他们就是满脸笑容的欢迎你说，你从哪里来啊？第一次来吗？这样子大概会有一个这样的经过。然后他会问你说，你打算要待几天？有没有要买衣服？因为他有规定的穿着，那规定的穿着我等一下再说。然后就会带你去做登记，就跟住宿一样啦，会去登记你的护照啊跟 visa 这些。登记完之后，他就会帮你做一张你的身份卡，上面会印有你的照片。那进出园区啊，都需要出示这张卡。缴费的话，当然是可以刷卡啦。那我总共是制作门卡的费用是100块，3天的 day pass 是5100吧，2件袍子的钱是2600。那它这个衣服呢，其实有很多种啦，有长袖啊、无袖啊，就是很多种样式，大概4种吧。然后可以选择，有分男生女生。那边有一个更衣间，服选好之后呢，他们会再带你到一个 information 的柜台。那他会给你先看一个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呢只有英文，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在这边主要是做什么，然后你接下来可以干嘛，你可以怎么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你再去他的柜台，那他的人员呢会带着你，再把重点的部分做一次说明，并且简单的介绍园区的地图。在里面是不可以使用手机的，但是有一个区域你可以抽烟跟使用手机接电话，只有在那个区域可以，其他的地方都不行。晚上6点以前的所有的课程都要穿这个颜色的袍子。6点40分的 evening 的活动呢，就必须要换成白色的袍子，所以就会有2件袍子的费用。今天好像是他们营区里面的人过世了，所以待会会帮他举行他的葬礼，然后它叫做 Death Celebration， 就是死亡庆典。但我可以大概讲一下，我们会先在那个奥修的那个主塔，就是进行一些仪式，然后我们会带着他的尸体一路走到园区外面的河边，然后进行火化。对，总之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去了奥修中心那个最主要的建物，就是那个金字塔型的建物。进去之后，大家现场是有一个乐队在进行唱歌。我们的一贯就是一开始一定会先有一个放松的一个活动，就是尸体被抬进来。那这个时候大家会围在他的旁边，有开始放奥修的录音。奥修在最后的时候有说，现在大家开始笑，让我们把我们的笑声给这位已经逝去的人，就是大家又开始欢笑。那个感受是很肃穆很悲伤，但是大家还是想要在离别的时候把最好的东西给这位往生的人。那接下来的就是撒很多的花瓣，因为尸体上呢全部都是花，所以其实你靠近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香。因为他们的尸体是会包的，大概他头上会戴一个帽子，然后会包到大概剩下这样，看不太清楚他的脸，大概只能看到这个部分。那其他的地方呢，会用他们的布啊跟花给铺满，视觉上看上去其实是蛮漂亮的，就红色的布啊，上面全部满满的花瓣，各式各样的花瓣，还有一个类似他们玉兰花的花圈，非常的香。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唱歌跳舞。那我们就把这个尸体从那个金字塔型的那个主建物慢慢移到主建物的庭院，在庭院那边，今天有非常漂亮的阳光跟蓝天，大家就围着往生者，然后就有人开始发一些，比如说沙铃啊、小鼓啊、三角铁啊、叮叮当当可以敲击的乐器，那大家就在现场就开始跳舞、唱歌、欢呼，尽可能的大笑，把这些美好的东西给他。我们就这样子大概唱了好一阵子，那结束之后呢，跟着尸体的车子就走到河边的那个烧尸庙，往生者的身体就被放在那个烧尸的铁架上。那接着大家就开始帮忙在尸身的两侧去放很多的木头，它其实就是像一个像这样子的盒子，然后尸体在里面这样放进来之后呢，会先在两侧这样子去插很多的木头，先把两侧插满木头之后，再开始放横的大木头。放完之后呢，就会在往生者的身体上倒上牛油，最后呢再淋上煤油。也有一个工作人员用火把会开始绕尸身，绕5圈。在绕这5圈的过程当中，大家又开始进入一种比较悲伤的情绪。那时候有一个工作人员在负责吹笛子，那个曲子感觉挺悲伤的。但是当火一点上去之后呢，打击乐又开始响起，大家又开始很欢快的进行跳舞，然后看着熊熊的烈火，然后大家围着它跳舞。那时候我其实靠得很近，说实话是没有闻到任何的味道。我们大家都想办法在学习怎么样活着，但其实我们应该也要去学习怎么样死亡，因为毕竟那个是我们最终要去到的地方。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火焰，让这个逝者呢去到更好的地方，安详的去下一个旅程。那我们就是为他送行，所以听起来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感觉好像是他毕业了，虽然会不舍，但是会祝福他更有展望，而不是那种很悲伤失去了。台湾的文化里面其实很少有直面死亡的机会，生老病死注定会发生的事情。当你出生了，就注定会死亡。我刚才讲的那些丧葬的仪式，都是奥修进行中心的特别的庆典，并不是一般印度普遍的丧葬习俗。如果想要知道一般印度的丧葬习俗，可以去看我的这一支影片，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我有跟一个学姐聊天，然后那个学姐就跟我说，有这么多好朋友一起聚在这里送她离开，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真的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懂得死亡，你才知道说你的人生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如你自己可以掌握，更应该要把握你能拥有的东西。会给你的一个课表，打勾的部分呢是今天我去上的。我其实原本呢想要去上早上6点的那个 Dynamic Meditation， 但是抱歉起不来所以只能上9点半，然后11点的这2堂课。在这边算下来的话，一天大概是800台币的费用啊。那一整天呢，大概有10多堂的课可以让你去上，就已经包含在那个800块里面。先讲一下我今天上的这2堂课，我最后再讲心得。那我今天上的第1堂课呢 ，Vipassana Meditation， 它算是比较静态的一个冥想。那它总共会分成2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45分钟的打坐，它会给你定一个基本的规则，但是除此之外呢，它将不再限制。虽然说是要静坐，但你不管你是盘腿坐，或者是半躺着，
蹲着或是屈膝哦，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是不会有人管你的。那他会先跟你说，你要先闭上眼睛，把意识关照在你肚脐的部分，开始进行静坐，大概45分钟。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起来走路。那走路呢，就是站起身来，眼神低垂，看着地上，每一步一脚印的去感受你的脚跟地板的接触。后面15分钟有点像是所谓的行禅呐，佛教的一种修行的方式，这个是他每天都会有的课。那第二堂呢是每周1次的课，叫做曼达拉 meditation。那这个曼达拉 meditation 呢就比较复杂，也比较有意思一点。它分成4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5分钟。第一个阶段15分钟呢会进行原地的跑步，就是在原地把膝盖抬高，然后进行跑步，跑15分钟。其实蛮累的哦，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配打击乐器，就咚咚咚咚咚咚的鼓声。跑完15分钟呢，就会进到第2个阶段，坐在你的位置上，盘腿或是任何你喜欢的方式，然后全身开始进行摇晃，就是随便的摇晃，大概就是这样子摇晃。那同时呢，因为奥修的那个主厅啊，它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所以声音的回荡感非常的好。在同时你在摇晃的时候，它会播放世界音乐，播放海浪的声音，所以你会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跟着那个海浪这样子摇晃，很像在海上这样，蛮放松。再来第3阶段15分钟，就是躺着，眼睛张开，然后嘴巴也微微张开，然后进行眼部的绕圈。那你躺在那边，然后眼睛开始进行旋转，转15分钟。我应该转不到10分钟，我睡着了。那结束之后就到第4阶段。第4阶段呢，其实就是瑜伽的摊尸式，也就是一般我们常讲的大休息。音乐就会关掉，完全关掉，然后大家就躺着，静静的、很平稳的躺在那边进行休息。当音乐一关掉的那一刹那，就听到不少的打呼声，因为其实真的蛮舒服的，因为你前面跑那15分钟，全身是汗，后面那样摇来摇去，身体很放松的状况下，开始躺着做眼部运动，真的差不多就该睡。然后最后15分钟休息结束，就结束了这一堂课程。第一堂 Vipassana Meditation 就是行禅的那个，我自己打坐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的意识非常的多，我觉得我很难专注在没有意识的那个当下。然后到行禅的时候，是我觉得体悟比较深的啦。我觉得我第一次这么专心的关注自己在走路，每一个脚步、每一个脚印踩在地上，我是用哪一个肌肉施力啊？我是怎么接触地面的？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去观察这件事情，去观察自己的脚哪里需要用力，哪里是可以放松，放松会怎么样，不放松会怎么样？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那第二个呢，曼达拉 meditation 呢，声光效果非常好。你前面嗨了15分钟，然后进入那个摇来摇去的状态，那个感觉很像是就是喝了酒听那个听 house 或听 lounge， 然后你就是超飘到不行，然后你整个人就飞走了，很像在外太空还是在海洋里面，反正就很 chill。你刚才好像去了异世界爽了一圈，然后现在回来的感觉，不用喝酒，不用哈闷，不用什么，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它的这一套的仪式啊、仪式感跟它的内容，我觉得蛮棒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而且它这个课程啊，又不需要你放开自我的大吼大叫，因为它有一些课程是会希望你可以就是叫啊、笑啊。做你自己，或是舞动身体，那有些人可能会放不开，或者是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但这堂课是完全没有，你就顺着音乐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我第一次踏进奥修中心的时候，心中充满很多好奇跟疑问，因为这里啊，跟我过往认识的修行场所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没有很严肃的规范，也没有拘谨的氛围。你从一进去开始，所有工作人员啊都是笑脸迎人，然后非常轻松，那大家就是很自由自在舞动身体跟跳舞。一时之间啊，我看到所有的人一进课程、一进教室就很轻松的舞动自己的时候，靠，这是疯了吧？乍看之下也非常的超现实，因为所有的人他们穿一样的衣服，然后又在那一栋就是很魔幻的建筑物下走路。那这些人都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啊，他们有不同文化背景，讲不同的语言，大家头发颜色啊、肤色通都不一样。在那种统一当中又找到些许不同，
然后从那个金字塔走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很像电影里面有乌托邦那种触觉，而实际上它真的也是一个乌托邦。你只要遵守很基本的规范，例如说你有固定的地方使用手机啊，然后冥想就不可以打扰到其他人啊，必须要有符合规定的 dress code 之外，其实根本没有限制。他不会有人说哦，你现在冥想，你一定要跟着起来跳，你一定要尊敬奥修，你一定要喊奥修的名字，你要很崇敬。没有人去钳制你的思想，也没有人告诉你说怎么样做是对的，怎么样做是错的。就算是在动态冥想，你都可以躺在地上睡觉，你反正你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就好了。我开始专注自己的呼吸啊，跟身体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可是这里啊，就没有人跟你讲说怎样是对，怎样是错，你就做你想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就好。为什么我要被框架住呢？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在这个地方啊，它没有约束，没有规范，所有的人都放过了你，都不评论你，根本不看你。但是你自己还是做不到，因为你自己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放过你自己啊！所有的枷锁都是由你自己内心造成的。只有你自己能把自己从这个监牢之中给释放。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说，现在奥修啊就是非常的商业化，因为它是3天就收5100，你又必须买2件袍子，1件1300，所以这样换算下来的话，我3天的费用大概是花了快2000多的台币。那在里面的饮食啊费用啊，跟印度外面比起来啊，当然是贵非常多。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商业化，而降低了过去奥修静心村自给自足所需要的一个严格审核、管制跟独裁，因为以前他们只愿意放符合他们价值观的人进来，在这样前提下就必须要有很多的限制啊。可是现在的话，它就是一个商业进行中心，反正你只要付钱，你就可以享受这里的乌托邦。那在这3天里面，我从原本就是对奥修零了解，然后到现在我去做了一些尝试，那有一些看起来真的很像邪教的静心动作呢，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很不可思议啦，就是没有想到说，其实这样子的动态静心是真的蛮有魅力的，只是你没有去尝试。那最后就是套用一句奥修的话啦，他说真正的问题啊，其实并不在于怎么静心，而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办法静心，它不会给你增加什么，反而它是在消除你自己增加的那些东西。今天是我人生求道的第24天，这趟来到普纳，走进了那个曾被称作邪教的奥修静心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为某种价值在这里相聚，我体会到了奥修的魅力。我试图清空自己，保持弹性，去接纳一整套截然不同的系统，也误打误撞参加了一场奥修式的葬礼。我学到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困住你，因为那把钥匙其实一直都在自己的手中。在静心的过程，我发现即使没有任何规则与框架，我仍然会被他人的眼光给绑住。仔细想想，那些眼光不过是我自己内心的投射而已。而至于奥修，我们或许无法定义它到底带来了贡献还是带来了毁灭，但我们可以选择用更清醒的双眼看见自己所走的路。我是彩玲，现在在印度独自升级，我会继续旅行，直到绕地球一圈。记得订阅追踪我，我会把旅途上的好运跟故事通通带回来给你。我们下次见哦，拜拜。